零基础书法入门，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学书法的人想必都知道“力透纸碑”这个词，说的是书法刚劲有力，也被许多人当作评判书法好坏的标准之一。那么，这个力到底是什么力呢？这个力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力，也不是我们粗浅理解下的东西。在书法中，这个力叫做比例。那么，什么是比例？比例就是我们用笔的力道，让字所展现出的力量。当然，这种比例并不是纯粹表面上的意思，不是说我用的力量越大，比例就越好。关于比例，也是有着不同的境界的。第一，用笔的比例。第一层境界上的力有两个方面的含义，一个就是让毛笔在纸张上书写的力，也可以理解为物理层面上的力，是最基础的力；另一个就是内在的力，但这个力既不是蛮力，也不是僵力，而是我们借由毛笔将自己的情绪和信念书写下来的动力。不同的人自然有着不同的比例，像王羲之的比例就是变化无常的，而颜真卿的比例就是粗壮浑厚的，赵孟頫的字则是行云流水的，怀素的比例则是丝油如簧的。这和一个人的品性有关，所以我们在追寻比例的时候，不能盲目的联系，而是要找到真实的自我。第二，笔法的比例。就如同我们学书法要从笔法上入门是一样的，掌握好笔法上的比例是进阶，同样也是基础。这其中的比例不仅包括简单笔画的书写，还有起形转收、提按顿挫等运笔技巧的比例。不同的笔法运用不同的比例，起笔和收笔所运用的力道自然是不同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力量，并且还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其中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临习古人经典墨迹，发掘其中的规律，从而运用到自身的比例上。第三，节字的比例。书法是一种运动状态下的艺术，就算是相对静态的楷书，也是由动态的用笔所书写出来的，所以比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那么在一个字中，不同的笔画所使用的比例自然也就是不同的，这样才能让写出来的字富有层次感，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气韵。如果一个字都是用一个力道写下来的，那么和印刷体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，也称不上是书法，只能说是涂鸦。第四，章法的比例。所谓的章法，就是在一幅作品中字与字之间的联系，那么把比例用在章法上，就是整篇作品中每一个字所展现出来的比例直接的呼应。这个呼应关系虽然和笔法与节字的比例是不同的，但是却需要笔法与节字上的比例的完美融合，每一个笔画，每一个字都富有层次，那么整幅作品的章法也就是层次分明的，这就是比例在整体上的表现。比例虽然是一个比较暧昧的东西，但确实是存在于书法这门艺术当中的。虽然想要把比例展现的淋漓尽致，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，但是书法的学习就是不断攀登高峰的过程，只要不间断的去研习，去临帖，我们终将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比例。零基础书法入门，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，连结在描述栏。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，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，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